你个体户被抓之后，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高正。你爸怎么都没想到，他最信任的朋友会监守自盗。虽然整件事情他都是不知情，但是因为高正的牵连，你爸被厂子开除。他并没有抱怨，他卖掉所有的家当，还四处凑钱，就是为了帮朋友填补这个亏空。他希望高正可以减刑。我从来没见过你那样啊，跪在我面前，哭的是稀里哗啦的，啊，求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。老姜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没事儿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爸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江启生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。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岳总，谢谢您，告诉我爸爸这些。你以后的路还很长呢，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不用在乎这一时半会儿。我明白，谢谢你。这一会儿时间，你说多少个谢了？我跟你之间不用这么见外。我是真的感激您，没几个人是真心关心我、帮助我的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为什么这么信赖您了。腾越现在怎么样？库存都已经清了，徐四也答应参股，厂子给我用2年，马上就要恢复生产了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能做那么多。岳总，我很难再向您开一次口。但是爸爸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可以找你帮忙，就像找家里人一样。他真的这么说过？只不过我以前太不懂事了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简直可以撬动地球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江湖离了我爸，我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好，我来帮你。爸爸，我长这么大，都是在借你的光。没有你，我江湖什么都不是，甚至连岳氏阿姨都不可能来帮我。有空吗？来吃饭啊！鸿门宴，想得美，只有馄饨，外加一个煎蛋，不能再多了。真能吃，这是饿了多久啊？一碗馄饨都不够，还得加俩油条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你都不知道我们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。这明显金主爸爸不给力呀！别提他，
提他我就反胃。怎么了？许思又找你茬了？一言难尽。行，怎么样？吃饱没有？要不要再给你加点什么？不。这个图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不是向兆人参加圣乐朗大赛拿奖的图吗？你们俩认识啊？思强，你来了。是我女儿周瑶。哦。杨戬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上哪去跑？搞成这个样，我打不死你，你还跑？你还跑？我还抓不着你了。还出去打仗了，我抓不着你了！小兔崽子，孩子啊！所以你是向朝阳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？那当初你去找我要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我和他是同学了？你也知道我俩关系不好。为什么啊，向朝阳？你为什么拿了南大保送名额不用？我还是想考华财，经济管理是我的第一志愿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南大的保送名额，占用别人的机会啊？所有机会都是公平摆在所有人面前的，你不想放弃，我也不想放弃。而且拿到保送名额，我也是靠我的实力的，好吗？够了，江湖！你爸爸是赞助南大奖学金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公平。你和朝阳从初中到高中一直不对付，暗自较劲。高三那年，他本来想拿到保送名额去读南大，但最后，他心里很受打击，影响了高考发挥，最后读了一个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大学。对不起。我能理解你们俩的竞争，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拿到了保送名额又放弃了呢？这让他更觉得不公平。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。爸，爸，我不想去南大了。怎么，又任性了？哎呀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拿到保送名额，是因为我爸是南大奖学金的赞助人。啊，就这点事儿？对，就这事儿都传遍学校了。现在没人觉得考试是公平的，对我不公平，对别人更不公平。江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你不想去南大，不去就不去了啊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啊？我跟张安之间的心结又何止这一件事？怎么解释清楚了？你们俩的性格脾气也算是对上了。要是朝阳出生在你这样的家庭，估计早就成知名设计师了。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喜欢设计。哦，对，我这手机里还有他设计的照片呢，来，你看看。他现在没事就闲着画鞋子。
怎么样？很不错吧？所以，你也一直在怪我，才没有答应和我长期合作吧？我也是想考虑清楚了，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这样对你、对我、对朝阳还有我的兄弟他们，我都得负责。那现在有答案了吗？老杨，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，你觉得我这个人做生意怎么样？那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腾越所有的线上，我全部交给你们做，2+3。2年以后，如果你还是觉得我做生意不错，人也不错的话，再续3年，你觉得呢？1个月卖2万双鞋，是我的起点，也是腾越的起点。我要把这双鞋重新做回行业前10，做出中国市场。我要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一双腾越鞋，就像30年前一样。老杨，你相信我，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走，只要我决定要做的事情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我要100岁的腾越再辉煌100年。以水代酒，老杨，我是真心的，非常非常想和你合作。我想和你一起握着这把刀，在中国的市场里，切出属于腾越的蛋糕。无论你的决定是怎样的，我都尊重你。以水代酒，我干了。江湖，我答应和你合作，不是因为你给我画的这张饼，而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讲义气，我认你这个朋友。而且，朝阳说了，他愿意放下过去，希望我帮帮你，不介意我们合作。他真这么说？他是个面冷心热的人，不管曾经受了多大的委屈，也会像他的名字一样向阳而生。谢谢你，也帮我谢谢朝阳。我相信我们的设计会帮助腾越完成转型。那费用这边，我们的团队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设计师，主画设计师也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，所以费用自然是有一定的要求和门槛的。单品设计12万1款，1年不能少于10款。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嘛，
所以我能暂时先签2款吗？如果市场反响好的话，我会追加后面的数目。抱歉，我们公司的格局就是为行业内腰部以上公司服务的，暂时还没有开展对年销售目标在100万以下的公司的服务业务。江湖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来谈设计合作的？来设计公司不谈合作，难不成我来买菜啊？恭喜了，看来你把腾越经营的不错，这么快就能跟高端烧钱的公司合作了。张文善，你少在这明嘲暗讽我。怎么，合作没谈拢啊？你呀，一点没变，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。现在自己做生意，知道难处了吧？这家公司我之前给他们介绍过不少生意，可以帮你说几句好话。我只记得，上一次你说要帮我的时候，几乎让我失去了所有。我怎么敢再次劳您大驾呢？有空回自由体看看啊，请你吃个饭。黄晓玲，小江总，你怎么？我可没耽误咱们工厂干活啊！咱们那工厂就那么点生产量，我这一上午就干完了。咱厂里还有其他人像你这样打2份工的吗？哎，他们的事我哪知道啊？哎，麻烦快点呗。好的，马上啊。可是你这，哎呀，小江总，我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呀。你说咱们工资还不得上个月1半多呢，我这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哎，麻烦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大家好，我这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我跟裴厂长把账对过了，减去各项固定成本。如果没有正常的流水进账，恐怕支撑不下去。我知道。资金问题确实是咱们现在的头等大事。找银行贷款的话，以咱们的产能和产值，可能有点问题。腾越当年做起了自由旗的代加工，是不是也是因为支撑不下去了？你爸爸和妈妈当年的计划就是做大自由旗，反哺腾越，但是一直没有实现，对吗？腾越鞋在腾越厂里被越来越边缘化。腾越厂的流水线做起了自由旗的休闲鞋，直到现在。为什么突然间想问这个？下午4点半和 FW 还有会议要开啊，把江湖也一起叫过来开会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你要真想把他开除，不用那么明目张胆的刺激他吧？按照他的性格，再给你来一次跳楼，我跟你说这事儿有风险，他要跳楼肯定找个垫背的。不想做垫背的也可以，把辞职信交过来。这不说什么鬼话呢？我替你办事天经地义啊，我这就去。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找一下张总。有预约吗？江小姐就不用登记了。哎，张总，把他车停好。好的。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忘了，是你主动给我发出的邀请。当然没忘。走，让你试试看看去。
怎么样？什么都没变吧？我早就想让你检验一下现在的自由旗了。张总。张总。张总。哎，张总。好好说，张，不是江。你说呀，张总。我现在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由旗上，你瞧，设计部扩招了整整1层，那边就是我从意大利招来的设计师，明年的春季款，一定卖个满堂红。张总，坐。我是真的用心在做自由旗，不像那个高爷。当然你们家养大的，但你爸一走，他得紧接着落井下石。不提高义吗 ？OK， 去我办公室走走。坐吧。江湖，我已经猜到了你的来意。腾越吗？自由旗的帆布鞋一直以来都是由腾越做的代加工，10几年来的产量和质量都很稳定。如果双方继续合作的话，于你于我都是划算的事情。那肯定是划算的事情。腾越是自由旗的老加工厂了，如果继续合作的话，流程上我是没什么问题。就是什么？我把报表都给我爸和董事会看了，他们都说你爸还是看中腾越，给的加工费太高了。自由旗一双休闲鞋的平均价格是199，腾越也都是实打实的按照自由旗要求的工艺和面料来加工的，而且这么多年来成本价一直控制在28块左右，没有浮动过，保证了自由旗85%的毛利。我不觉得这是太高的成本。如果再往下控制一下，再降个2成怎么样？1个月我可以给不低于10万双的单量。张文善，28块已经是承担了原料上涨压力的报价了。原来你有压力啊！有压力，你可以选择不做我们这单生意。我可以去东南亚找代加工，那有政策扶持，人工更便宜。行，那我们不用谈。喂，吴光磊，你说。徐总，我们开始。腾越运营提案。首先，我觉得腾越鞋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，在保留国内输出企业文化的前提下，也要加大国际影响力。那怎么做？这就是我们的方向：墙外花，墙内墙。我们准备在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米兰这4个时装周作为我们的营销重点，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我们不会把能量平均分配在4个时装周，而是根据我们品牌在时装周的数据反馈，及时调整我们的营销力度跟策略。1年，甚至更短的时间，
我相信可以让这个品牌荣耀归来。Alex， 介绍一下设计。我们要保留腾越的基本复古款，我们还要在新腾越的体系之下，逐步推进与潮流相结合、卖得更好的设计款。这些就是我们的设计概念。哎，各位，今天辛苦了。应该的。那边如果有消息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有什么问题，反正我们就及时沟通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今天辛苦了啊。谢谢，希望有机会一定合作。肯定的，保持联络。FW 的创始人 Alan， 电商背景，设计师 Alex， 拿过英国设计大奖。听下来，你有什么收获？腾越现在最重要的是产品，想要研发新的产品，就需要强大的设计、营销还有销售渠道。我们有，他们有。还有吗？这一切都建立在有钱的基础上，我们有，他们有。还有呢？徐思，你是不是连1个季度都等不了，恨不得现在就把我换掉？现在已经过了下班的点，我想你也饿了，我们先去吃东西。你觉得我有这个心情吗？你就少来这套虚伪的客气了。我只希望你能再等我1个季度，行吗？我先走了。张文善，是我，江湖。想好了？22块，1个月不少于10万双的量。爽快！明天我就把合同给你。有个条件，自由旗要预付50%的货款，尾款要在到货后的5个工作日内结清。以前自由旗和腾越合作都是按年结算的，咱们就别换老规矩了。东南亚的人力成本是低，但是自由旗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熟悉的代加工工厂，时间和沟通成本你自己算一下，算清楚了我们再来聊好吗 ？OK。你都这么爽快了，我不爽快，太不给你面子了。喂，徐思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嘛你？放手！我饿了。爱饿不饿？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羞辱我不就是你的爱好吗？想吃什么？你定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上次在我办公室，是我说话过分。只有上一次吗？还有这次。对不起。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错误是你的优势。
你这次把 FW 叫过来给腾越做运营方案，是想帮我拓宽经营思路，对吧？刚表扬了你，就给我戴高帽子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要是完成不了腾越第1个季度 KPI， 他们依然可以顶替。虽然他们有我达不到的优势，但是他们的方案有很大问题。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创意很好，但是不适合腾越。怎么说？他们的创意里没有一点腾越的 DNA， 也没有属于腾越的记忆。腾越现在需要的是可以唤醒消费者记忆的产品，而不是抛弃历史的产品。你的意思是 FW 没有你了解腾越？对，而且我比他们更懂鞋子。你太不谦虚了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！你看看他们那个方案，大部分都是借鉴西方的那些大牌，太西化了，根本没有跟腾越融合在一起。我不认为他们可以让腾越持续发展下去。接下来怎么做，才是我关心的重点。下周，腾越会开始做自由旗的代加工订单，单月销售额220万。你去求张文善了？我跟他只是根据现在的形势局面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合作模式，谈了一笔生意而已，就像我跟你谈生意一样，所以并不存在什么谁求谁。我呢，已经习惯你说话夹枪带棒，这我不计较。但我还是要提醒你，维持腾越的老生意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复兴腾越的关键，不在于继续做代加工。我明白，腾越的运营方案的整编我已经基本完成了，设计师我也会尽快招聘。我也想到了让腾越在销售上暂时过渡的办法。我会尽快让你看到我的运营方案在落地执行后的效果。你是想用实际执行和 FW 的方案 PK 一下？方便你对比投资回报率吗？吃饭吧，没饿了。不玩手机就活不了了。上班时间注意点影响啊！说，这该安排的安排好了。师傅，这往年订单量是现在2、3倍，我都做得妥妥的。你看现在这点量，都不够私下放呢。张师傅，修哥，你们正好在，我有话说。说啥？我听说咱们这个月的工资还是按固定工资算，是吧？不按季件。我知道咱们腾越这几个月没活干，我理解。你看，可是现在活多了呀，我手脚又灵活，我干的又好。哎，我凭啥我干的多赚的少啊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不做腾越的鞋。少说2句吧，啊！不是，您得给个说法呀。军儿哥，你说几句，这都等着呢。你们这工资少，你们别看着我啊，我管不了。你们要找谁？找老板，他管这事儿啊。大伙儿听好啊！饭点前到食堂开个大会啊！饭点开例会啊？哎，每天例会这花样怎么比他老再多呢？叫你开会你就开会，你啰里吧嗦的那么话那么多干什么？来，那还吃不吃饭呢？你多给点钱比啥都强。行了，开会去吧。走啊，开会了，来，指着，走了，开会。开会了。快点。
跟紧一点，跟紧一点。哎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来，慢慢看。这又是闹哪出啊？挂这么多鞋带儿干嘛呀？收到了。那个，各位，我们小江总有些话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好吧？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啊，是想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件事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腾越要正式开工了。不天天开工吗？哪天不干活呢？天天开工，对呀。这已经开的工啊，那是自由旗的代加工。我们现在要开的是属于我们腾越自己的工。张师傅，您觉得现在的腾越鞋缺什么？小江总，我觉得吧，缺款式。你说咱们腾越10几年前有10几种款式呢，现在只剩下小白鞋了。以前那些款式都过时了，卖都卖不出去，也不请设计师来设计一下。很可惜吧？是有点。你们看，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？我们腾越鞋必须重新起步。虽然我们现在的款式还是很单调，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设计师跟我们一起改变它，但是我们的销量不能落下。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小白鞋配彩虹款鞋带开始，让我们一点一点期待腾越的进化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好。为了我们腾越新的未来，我们都要开始一场辛苦的跋涉。我给大家重新请了厨师，改善伙食，给大家加加油，鼓鼓劲儿。然后来了啊，我一个，这个，然后这样。你跟我这个搭一下。你们换这种鞋带就可以卖货，这种不专业的事情你们干得出？大家手里面的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咱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过高。现在的原材料怎么比先前涨了这么多？这个呢，以前是给自家集团做代工，有些胶啊、料啊可
可以享受集团最低价采购，甚至还可以免费称。那现在是张文善当家，他不可能跟我们占这个便宜，成本他自然就上了呀。啊，现在市场上什么都涨，要不然我们也涨涨。哎呀，不涨价的没人买，还涨价，卖给谁去？自己穿呐。腾越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新款，光凭一个换彩色鞋带的老款，销售渠道也只有网店、社区超市，还有一些群体团购，根本扛不住涨价带来的压力。我们只能想办法在现阶段尽可能的控制成本。那就换料呗。